龙卷被拧成了麻花，即将和奇遇上演一场巅峰对决。Hello， 大家，我是金。继村老师新年休刊了一期后，苦苦等待了1个月，《一拳超人重置版》第222话终于是更新了。上回我们说到，吹雪带着手下人和奇遇前来找曾经的老部下赛克斯，想要弄清楚他当年所研究的第三只眼的秘密，却正好碰见了欲要取走赛克斯脑袋去做研究的神秘来客。巧了的是，前来斩草除根的龙卷也强行闯入现场，一场顶尖超能力者间的对决由此拉开了序幕。然而，第一个受害者不是别人，正是奇遇，因为几人打斗造成的裂缝，掉进了更下层关押诡计怪人的监狱，可想而知，下场会何等惨烈。英雄协会耗费巨资，请技术骑士所打造的英雄公寓，现如今已经成为了全鬼本争先恐后入住的避难所。尤其是现在怪人灾害越来越多，待在这里边可比外面安全多了。餐厅里，一对情侣正闲聊着，男人表示，这里可是有很多高级别的职业英雄入住，比外面任何高级住宅区都有安全保障，并且什么咖啡馆、泳池的设施也在逐步完善，交通也很便利，说不定将来这里会成为首都呢。也只有被选上的人才能入住，所以选择和我交往没错吧？女人奉承道：“是啊，还好你爸爸是政府高官呢。”就在两人谈笑风生时，突然间，女人似乎感受到手里的杯子晃动了起来，难道是地震吗？男人笑着表示：“怎么可能啊？这里可是最新款的耐震结构设计，据说震级6级都不会有感觉。”话音刚落，剧烈的震动像是要拆了整个餐厅。刚才还一脸自信的两人被吓得不轻，还说不是地震，这晃动该不会整栋楼都快塌了吧？此刻，英雄公寓的监控室里，工作人员也正探寻着震源所在。竟然发现是从地下的怪人收容所里传来的，不知为何那里的监控也不起作用了，想来应该是关押在里面的怪人所为。高层赶紧吩咐着安排英雄前去处理失控怪人。而与此同时，引发这剧烈震动的源头正是龙卷和神秘人的超能力对决。面对龙卷的超强威压，那神秘人轻轻暴露着，显得颇为吃力。他能明显感受到，在念力输出方面，他的确要逊色龙卷一些。反观对面的龙卷，一脸轻松地表示：“真是可悲的小白鼠啊，这点程度就觉得能对付我了吗？”龙卷话音一落，神秘人突然打了个响指，回怼道：“你也不用这么小看我。”只见在一旁奋力掰着裂缝想救出奇遇的吹雪，突然觉知脑子一阵眩晕，扑通一声便倒在地上，吓得手下人慌张地跑了过来。龙卷也愣住了。神秘人笑着表示：“哼，我通过念力信号打开了含有安眠药的胶囊，要不要再试试打开带有剧毒的胶囊呢？”原来他早已事先将药物混进了吹雪经常服用的美容保健品胶囊里，而此刻的吹雪可不知道吃了多少个这种胶囊呢。他不明白这人究竟是什么时候做的。听到这话的龙卷气得头发都竖了起来，冲吹雪表示，可能是生产的时候，也可能是运输的时候。一股念力波动将吹雪身边的小弟们全部弹开。龙卷黑着脸表示，也有可能在你这些好朋友里有阅读的间谍。神秘人指着龙卷，让他最好放弃抵抗，不然的话。事到如今，吹雪已经成了敌人的人质。龙卷虽然没有回应，但垂落下的头发已经说明了一切。神秘人笑着表示：“对嘛，这样才懂事呢。先把你弄成便于运输的样子吧。”龙卷还没反应过来，就在神秘人的控制下，身体扭转了起来，还一边被嘲讽道：“明明有这种超乎常理的力量，却连这种事都没注意到吗？果然，天生的超能力者就是欠缺平衡性呢，是该被灭绝的失败品。”话一落下时，龙卷已经被其整个拧成了一团。为了吹雪的安危，龙卷是一点也没有反抗。这时，神秘人手一挥，将身后大门的控制器给破坏掉了，也顺道打开了关押诡计怪人的监狱。哈哈，暴走的龙卷引起了机器故障，将大量诡计怪人放了出来。最后留在现场的只有分不清多少人份被吃剩的肉末残渣和怪人的粪便。哼，而对魔女姐妹的死抱有疑惑的人，至少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吧。神秘人用超能力将吹雪姐妹和赛克斯托起，准备离开后将这一切都嫁祸给龙卷。就在此刻，吹雪组里一个人影飞了出来。龙卷猜的没错，吹雪组里果然有阅读的间谍，是前不久刚加入吹雪组的新人。两人便准备从头上的洞口飞出去，而剩下的吹雪组和一帮协会人员面对被破坏的大门控制器，根本出不去。等待着他们的是即将出笼数不尽的诡计怪人。听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一股绝望感油然而生。可下一秒，怪人们变成了一堆烂肉，被一拳轰了出来。能做到这种程度的，除了奇遇也没别人了。这一幕是惊呆了在场所有人，包括还没有走掉的神秘人。而正好在这时，龙卷自语道：“找到了。”话一落下，便一秒挣开了束缚。见势不妙的神秘人指着吹雪就想释放剧毒，但龙卷却冲着吹雪说道：“可能会有些疼，就当做是你无视我忠告的惩罚吧。吹雪，
果然下一秒，神秘人发现胶囊并没有反应。原来趁刚才宿舍就寝的时间，龙卷模仿了神秘人的念力信号波长，已经找到了对此有反应的物质，将吹雪胃里的有毒胶囊拧成了比发丝还细的针头，让吹雪忍一忍，为了用念力将毒针给逼出来，径直还给了神秘人。2个毒针一上一下被神秘人用手掌给挡住，但在龙卷的恐怖念力驱动下，直接贯穿了手臂，刺在神秘人右眼上，剧毒肉眼可见的在其体内扩散。龙卷黑着脸问道：“居然没死，是有什么抗性吗？也好，等会儿还要让你把阅读的事给我好好说清楚。”话音一落，头顶的墙壁破碎开来，随后化作无数碎石向神秘人飞来，最终形成了一个石头监牢，将神秘人关在里头。而那水血组的间谍同伙还想逃跑，被龙卷一个眼神就砸在了墙上。转眼之间，陷入绝望的战局便被龙卷以绝对的姿态扳了回来。龙卷也终于松了口气，虽然让自傲的他忍气吞声了好一阵子，但只要妹妹能平安无事，那就比什么都重要。目睹了这一切的水血组众人也算是得救了，还没从刚才紧张刺激的情绪里出来呢，突然反应过来，全部涌向了他们的吹雪大人。不过关切的话刚说完，就丢给了吹雪一大堆问题。所以为什么吹雪大人会带他们来这里，差点全都被怪物吃掉？还有那阅读，那个神秘人都是什么来头呀？吵死了！众人的吵闹声被龙卷给打断，关你们屁事，都给我滚开！所以我说了吧，吹雪，就因为你非要和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才会被敌人抓住机会，所以和你这些朋友们断绝关系吧。要是下次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没那么好运了。嘴上说着吓唬吹雪的话，但有一句话龙卷只在心里提醒了自己，要是不那样做的话，他没有办法时刻保护吹雪。可听了龙卷的话，吹雪组的人都激动着表示，只要提前和他们说明事情缘由，下次他们一定会采取相应的对策，所以还请让他们继续服侍吹雪大人吧。哈，明明就是因为你们这群蠢货，才让吹雪遭到敌人算计，凭啥还敢说这话？不管是出于龙卷的威压，还是间谍的事实摆在眼前，他们都没有反驳的余地。毕竟怎么说也是他们对新人的审核出现纰漏，才让敌人趁虚而入。龙卷也没再客气，话语间怒气十足。吹雪已经不需要你们这群废物了，要是离不开的话，就由我来帮你们，就让你们不能再进行英雄活动，但也不至于死的程度吧。说着，龙卷便准备废了吹雪组的众人。吹雪当然奋力阻止，但奈何身体还没有恢复。就在这关键时刻，来人正是被晾在一旁好半天的祁煜。龙卷已经到了快爆发的边缘，冷冷地问道：“你在干嘛？”真是的，两姐妹果然一个样。对妹妹的说教是不是太过头了呀？都是英雄同事，打打杀杀的是要干嘛呀？祁煜的这番话一出口，几乎已经可以看到龙卷大发雷霆的模样了。祁煜大战龙卷的经典名场面终于是要来了。不过到这里，一卷重制版第222话就已经结束了，名场面什么的，不出意外的话，得等到下周去了。这一话的故事走向又将主线纳回了原作剧情。果然，龙卷和神秘人的对决并没有掀起太大的场面。村里老师用神秘人将吹雪作为人质，刻画出了一向桀骜不驯的龙卷为了妹妹的安危，甘愿受敌人所控制，最后还借此找到了破绽，扳回了局势，和以往只会用武力解决事情的龙卷截然不同。不过这些都不重要，还是那句话，日常期待祁煜和龙卷的名场面对决，那将会是《饥饿狼》片后的第一个小高潮。好了，喜欢本期视频呢，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这里有最新的英雄更新消息。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期再见。